2022年的投资市场真的是非常艰巨。最近的一个统计，在投资界里面最著名的21个大咖里面，只有2位是赚钱的，其中一个赚的最多的是 Howard Marks， 他的 Oaktree 的基金。到底他有什么过人之处，能跑赢其他的大咖呢？今天我会为你一一揭晓。想2023年赚多一点钱的朋友，记得留心听着，不要错过任何一个秘诀咯。大家好，我是奇葩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希望能帮助大家避开股灾，找到10倍股，让财富滚雪球。Howard Marks 他是 Oaktree 的创办人，在投资界已经有53年了，而他写过2本书，第一本是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中文把它翻译成为投资最重要的事情。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了20样最重要的事情。另外一本书叫 Mastering the Market Cycle， 中文翻译成掌握市场周期。听说他的第一本书股神巴菲特是仔细的看了2次，而他除了这2本书之外，也定期的会写 memo， 而每一次 memo 的出现的时候，巴菲特都会第一时间的去看，可想而知 Howard Marks 他的投资理念是多么的重要。最近他写了一个 memo， 预测未来的投资市场会经历一个巨大的变化。那我首先介绍一下他的投资理念，到最后我再分析一下他的这个 memo 对我们的启发。当然 Howard Marks 所写的20条最重要的事情，今天时间有限，不能够完全给大家讲解，我只能抽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7样东西。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 Howard Marks 的原著。如果你已经很熟悉 Howard Marks 的理念的话，也可以听听今天的视频，因为我会用我的理解再加上跟我的投资理念的一个对比，有很多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让大家可以对 Howard Marks 还有我的投资风格有更深入的了解，综合各家所长，使到大家投资回报会更好。我是在2021年的年底才认识这位前辈，当我认识他的时候，我是非常的惊讶，因为他的投资理念跟我是非常的相似。各位观众或者是我的学生，大家可以在留言区留个言，在你的角度来看，我跟 Howard Marks 有什么相同之处，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对我来说，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好的是 second level thinking， 我翻译成为第2层的思维。什么叫第2层的思维呢？举个例子，如果一家公司它的业绩很好，竞争力很强，那是不是就应该去买这家公司呢？他说 Wait a minute， 市场有没有已经把这些所有的消息反映在它的股价里面，甚至是过度反映了，现在这个价格是非常高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家好的公司不一定要买哦，因为我们要想一想市场有没有把这些好的因素 price in。 相反来说，一个坏的消息出来，大家是不是应该马上抛售去避开呢？用了第2层思维来思考的话，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些坏的消息有没有反映在价格里面，甚至是过度的反映在价格里面。如果是过度的反映在价格里面，使到这个股票或者这一样资产的价格是过度的被抛售，反而是个好的买的时间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维，因为我听到很多投资的小白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事情好是不是要买啊，那个事情不好是不是要卖啊。我很难解释，就是不是这么简单嘞。所以这个第2层的思维是每一个成功的投资者都应该有的。事情不光就是好不好，买或者卖，而是要想多一层。我个人也有一个叫360度的思维，其实是我20多年前受了一位 MIT 的教授叫 Peter Senge 他的 System Thinking 启发出来的，就是不光要看一件事情的发生，还要看它之后会影响的一连串的骨牌效应和影响它的背后的系统性的问题，还要再加多一个维度，就是万一我想错了怎么办？所以不光要看这个新闻好，市场怎么反应，还要想多一层，就是万一我的判断错了，会不会使到我损失惨重？怎么样能先做好风险的管理？所以第2层的思维和360度的思维既相似
又有不同。第二个 Howard Marks 的重要的理念就是钟摆效应。用我的理解来讲解的话，就是说市场会有周期，而影响这个市场周期的背后的动力，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内把这个周期推向某一点，然后当这些因素改变了之后，这个钟摆往另外一方向再走。举个例子，使到我们过去半个世纪通胀非常低，经济非常好，企业盈利非常高的是一个叫全球化贸易的一个趋势。现在地缘政治、俄乌战争和供应链的中断，使到这个全球化的趋势逆转了，现在是一个逆全球化的时代。另外一方面，因为过去40年通胀很低，所以利息可以不断的降低，而在08年开始，美联储也用了量化宽松，包括2020年的时候把量化宽松加码变成2.0版本，大量的用货币宽松的政策来救经济，这使到了资产价格不断上升，形成了一个泡沫。那现在美联储开始加息还有缩表，过去40年的宽松货币政策，这个钟摆又在往另外一个方向摆了。所以这个钟摆效应不是几个月，可能是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一个效应。我个人看呢，现在市场里面还是有太多的新的投资者，他们没有经历过惨痛的股灾或者金融风暴，他们还抱着很多很乐观的信条，像股票市场长远会涨的啦，只要定时无脑定投 Dollar Cost Averaging Buy and Hold， 迟早股票市场会涨的会升的，这可能就是过去40到50年刚才所说的2个钟摆效应，使到我们长期享受着股票市场长远会涨，只会轻微的中间有一个短暂的回调。展望未来，如果这个钟摆是往另外一方面调的话，这些长期是涨的 Buy and Hold 投资信念会不会使到大家输钱呢？第3点， Howard Marks 很注重风险，他说到风险不会消失，只会分散。所以一个好的投资者不光是看投资的回报，还要看他到底是冒了多少的风险，因为这个投资者可能是冒了很多的风险，做了很多的杠杆借贷，买了很多风险很高的资产，使到他的投资回报看起来好像很好，但是背后的风险很大，一旦金融风暴或者股灾来的时候，他就会损失惨重。所以一个好的投资可以在相同的风险程度得到更好的回报，或者是同样的回报，但是承受更低的风险。在金融投资学里面有2个字，一个叫 alpha， 一个叫 beta。 beta 就是一个风险的杠杆点，如果市场的波动是1的话，当你买了一个资产，你的 beta 超过1，也就是说市场涨的时候你的资产会涨多一点，市场跌的时候你的资产也会跌多一点。所以在股票市场好的时候，突然之间我们看到很多的股神的出现，一到退潮的时候，这些人都发现没有穿底裤，就是因为他们只是靠了贝塔，在好的时候赚多了钱，一旦市场调整的时候，他们是输的，连底裤都输掉了。那什么样能够提高贝塔呢？比如说你借了很多钱去做杠杆的投资，我见过不少的投资者借了钱去存人民币的定存，借了 margin 去买股票，或者是用了非常高的杠杆去买楼，而且是买了很多的楼，在涨的时候他们当然是非常牛了，财务自由了。一旦这个经济下滑，利率上升，资产价格下来的时候，他们是输了很惨，甚至会是负资产。所以未来我们面对的很多不明朗的投资的因素，大家记得不要冒太多的险，用太高的贝塔去投资了。那要得到好的回报应该怎么样做呢？这就是要寻找 alpha， seeking alpha。 什么叫 seeking alpha？ 就是说在同样的没有额外的风险的时候，我们把回报提升了。比如说我们非常的有眼光，找到了优质的高增长的10倍股，比如说我们真的能洞察先机，避开了股灾，又在股灾最低的时候捞底了，这些都是寻找 alpha 的一个方向。
那有一点 Howard Marks 讲的非常好的是，市场错误的把风险定义为 volatility 波动，而他认为真正的风险是犯了投资上的错误，把这些钱永久的输掉了，而不是短暂的波动。但是在学术界里面，因为不能衡量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多重宇宙，在几百个宇宙里面衡量着一段时间会不会输钱，所以只能够用波动来做统计和衡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市场是给高风险更高的回报。如果这些所谓的高风险根本不是一个太坏的事情的话，那我们可以适当的在做好风险管理之下，更加进取一点，赚取更高的回报。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一下，高回报背后一定有高风险，高风险不一定给大家高回报，不要错误的以为我要得到高回报就去冒更高的风险，因为有些风险是不会给你更高的回报的。那 Howard Marks 也是一个逆向投资者 Contrarian， 他也是注重首先明白投资一样东西它背后的价值跟那个价格来做比较，他是一定要在价格非常便宜的时候才愿意去买这个资产，而在买这个资产的时候他也不介意冒多一点险。其中一个他投资很多的叫 distress credit， 也就是说一些信贷评级很低的企业债券，可能已经有很高的企业违约的风险，但是这个价格是过度的被抛售了，他是大量的买入。最近有一个例子，他是买了恒大的债券，最后还把恒大抵押的那个地皮走去拍卖，把他的资金拿回来，赚取了可观的回报。当然，短期市场的价格是由大众的投机买卖所影响，所以他觉得如果你看到了价值，用一个更低的价格买入了有价值的资产的时候，不要预期马上就涨，短期内可能你会承受亏损，看起来好像是做错了投资，你要能承受那个看起来好像是错了的压力，所以你一定要清楚你买的资产它的价值到底有多少。这跟我个人相信，我们要专注做对事情，而不是要专注我买的股票今天涨了多少跌了多少。如果我们买了一门好的生意的股票，安心的做长期的投资者，短线股价的波动就不要理会它了。那第五点 Howard Marks 提到的就是要管理投资的情绪，我也非常认同，情绪其实是会影响我们投资的成绩，要比我们的分析能力更重要。而他提出了7个要管理的情绪，我觉得用中国古代智慧中庸之道来修炼那就更好。比如说第一个管理的情绪叫恐惧，其实完全没有恐惧会让我们冒太多的风险，最终会 get into trouble 闯大祸了。所以适当的恐惧是有益的，但是过分的恐惧使到我们止损啦，在股灾的时候离场啦，这就会影响我们的投资回报了。第二个情绪是贪婪，其实贪婪也有它好的一面，它给我们动力去赚多点钱，做多点事情。曾经有一套戏叫《华尔街》，里面有一句经典的话叫 Greed is good。 Greed, for lack of a better word, is good. Greed is right. 但是过度的贪婪，哪里赚钱我都要捞一笔，看不懂的也要捞一笔，牛市疯狂的时候也要进去捞一笔，到最终贪字变成贫。第三个情绪叫妒忌，妒忌会使到我们不开心，谁的投资回报比我好，谁的身家比我多，使到我不开心。但是妒忌来于比较，跟人家比较才有进步，我们才有世界杯，才有奥运会，才有从小考试的时候排名。当然过度的比较变成了妒忌，也可能是我们痛苦的来源。然后自以为是自负ego 会使我们输很多钱，但是完全的没有自信，那就算自己想做什么这个不敢做，那里看对了事情不敢去行动，到最后还是会错过机会。第五个情绪叫投降，特别是在股灾来的时候，承受不了压力，哎呀投降了，我离场，从此再也不看股票了，或者放弃自己信奉的理念了。所以在股灾的时候，到底这个股票市场还有没有未来啊，到底这个世界会不会末日啊，结果就在大家最悲观的时候离场，只会后悔莫及。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放下自己的执着，什么时候要坚持自己的信念。第六个情绪跟风，也就是羊群心态，那完全不跟风可能会错过很多的机会，盲目的跟风又会最后
像大部分散户的命运，在股票市场里面输钱。最后一个情绪就是太容易相信市面上很多胡扯的道理，到最后是被骗了。我们看到最近 FTX 的暴雷使到很多人输了钱，这些人还包括专业的投资者都在这里输了钱。但是我们凡是怀疑的话，什么人都不相信的话，那也会错过很多的机会。我们又要 open-minded， 又要有合理的怀疑和质问，最终还是要提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这就是我看到中国老祖宗中庸之道。第6个 Howard Marks 的信念就是他把投资分类为进取和防守。他觉得如果市场是好的时候可以进取一点，如果市场是不好的时候可以防守一点。他是不建议离场的，他相信要 fully invested。 那这里跟我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的选股5部曲里面，第一步是看通牛熊周期，如果看到是熊市的话，当然会适当的拿多点现金，减少一点股票的投资，甚至会做一些对冲。而在这里我也会用一些技术分析来帮助，而 Howard Marks 是不相信技术分析的。那第7点，我觉得 Howard Marks 整个理念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投资的时候要看收益率，特别是 Howard Marks 很多的投资都在债券市场，所以那里的收益率就变成了非常的重要。我个人的投资风格是比较更加进取，比如说选股5部曲，第2步就是看起飞的行业，第3步就是看优质的可能会给我10倍回报的股票。我个人是不投资债券市场的，所以在这里收益率和成长性有一个很大的对差。那我个人觉得这个不同是因为大家的优势不一样，他管理庞大的资金，他的客户要求是更加稳定的回报，而我不管理人家的资金，只是管理我自己的资金，我可以更加进取一点，赚取更高的回报。那整体来说，我是非常的 surprised Howard Marks 跟我的投资信念这么相同，有可能是我们大家都在芝加哥大学念的经济和 MBA， 所以背后的思路是比较相似的。最后提一提 Howard Marks 最新的 memo 里面，他觉得未来市场会有一个巨变，这是他投资生涯53年内看到的第3次的巨大的变化。最主要就是刚才所说过的这个全球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钟摆已经往回摆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轻视投资这样事情，觉得就闭上眼睛傻傻的定时定投买一个市场大盘指数，因为投资最美好的时候已经是一去不返了。那以上是我对 Howard Marks 很庞大的投资里面抽取了最重要的一部分。看到现在还在看的你，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吧，把今天的视频分享出去。如果你想了解多一点我个人投资的方法，可以在下面的信息栏找到连接。那我们下次再见。